密室中放着2只书架，上面堆满了古籍孤卷。李长寿径直坐在书桌后，取出了那数十张羊皮，仔细看了一阵，又拿出那玉牌握在手中，而后闭上双眼，心底浮现出了一个复杂的立体结构。这个立体结构像是一座他上辈子在城市中常见的大厦，但这座大厦嵌在了小琼峰山体内部。轻轻舒了一口气，久违了这种让人心安的隐秘感。在这里泡澡倒是不错。开玩笑，片刻都不能松懈。继续检查大阵各处的布置吧。幸亏99师叔修为高深，才能让我准备了几十年的构想得以实现。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用了2年的时间，借99之手，李长寿将自己对于阵法之道的设想一步步拼了出来。在99师叔的理解中，他帮李长寿布置了上百个中小阵法，而这阵法互相关联，隐隐形成了类天然阵势，将单房附近方圆30里内笼罩了起来。李长寿外加99的组合，相当于这般大阵是一名厉害的真仙布置而成，非天仙不可破，还必须是对阵法之道有一定深度理解的天仙才可以破解。但是99只知其一，却不知其二、其三、其四等等等等。主流的阵法都是以各类宝材、灵石、专门炼制的宝物作为阵基，阵基之间互相连通，引动天地之力运转，就可以构成不同效果的大阵。阵法之道博大精深，李长寿也知道自己掌握的阵法不多，也不算太高明，更称不起高深2字。对于自己的实力，必须得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。但他脑中总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构想，而且呢，还能够通过反复论证，将这些构想逐一实现。大概60、70年前，李长寿修行闲暇时，钻研渡仙门留存的阵法，偶然发现洪荒主流常见阵法阵基分布大多都是在一个水平面上。当时他便想到，若这个阵基纵向分布又会如何呢？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。以圆罩型的护山大阵为例，阵基纵向分布出现的半圆罩也会旋转90度。当然了，护山大阵大多都需要引地脉之力，阵基纵向分布也没办法布置。但是非防护类的阵法，迷阵、困阵、杀阵却可以随意调转方向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如果让阵基斜向分布，又会如何呢？那如果几个大阵的阵基纵横交错，又会如何呢？假设2座大阵，一纵一横，共用1/3的阵基。开启横向大阵的时候，纵向大阵关闭；开启纵向大阵时，横向大阵关闭。如此就能够实现无干扰切换大阵。随着李长寿不断的摸索，渐渐解决了阵法之内灵力流通的问题，以及不同阵法阵基的适用性问题。一直到了今日，小琼峰单房立体复合大阵项目就是对自己理论的一次成功实现。以横向大阵来划分，此地阵法分为3层，而99知道的只是最上面的一层。单房周遭的阵法，也就是那100多处困阵和迷阵，以深入山体100丈为一个阶段，下面还有中层和下层，而中层、下层的核心大阵阵基也是99帮忙埋下的，但这般也只是此地阵基以横向运转时的情形。这些阵基还藏了不知多少纵向、斜向的方案，其中也蕴含了不少杀阵。李长寿此时所在的密室就处于所有阵基的中心，只有在纵向的几座核心大阵启动，横向的几座核心大阵逆转之时，该密室才会出现在这片岩层中。想要抵达此处，哪怕是土遁修到了大成，没有李长寿手中的玉牌，特殊的控制手法，
也只有将小琼峰直接劈开这仅有的办法。如果小琼峰真有被劈开的一日，那估计杜仙文也已经是到了生死的时刻了。而在那之前，李长寿9成9已经是那个反正这个与门派共存亡也没什么意义啊，还是留着有用之躯替师门复仇，这才是正道嘛。顺带一提，下层镇基的主要功用其实是汲取地脉之力。为了不过多汲取地脉灵脉之力，进而让其他峰的炼气师发现，或者是被门派高层注意到，李长寿主动避开了所有灵脉，直接汲取大地之中最多的浑浊之力，然后呢，用巫族流传出来的反清阵过滤灵气。虽然这样会稍微折损杀阵的威力，但却更为稳妥一些。而且就算门内有高人注意到了自己在小琼峰布置的众多阵法，只要不开启纵向斜向方案，也就只是一些困阵迷阵，没有任何违反门规之处。之前呢，用普通来做伪装，这是属于被动伪装，因为现在需要炼丹房来炼丹，无奈之下只能被迫营业咯，将主动伪装做到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极致。至于今后的发展方向，李长寿也已经规划好了。就这个以丹房下方众多基阵为基础，慢慢的向外扩张，将小琼峰打造成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仙门内部堡垒。生命只有一次，洪荒如此精彩，我辈炼气士当先稳中求长生，问大道，再去领略3000世界锦绣芳华也不迟啊。总算，李长寿搓了搓手，收起羊皮卷和玉牌，拿出了几只储物宝囊，在其中倒出了几样储物法宝。北距泸州一行的意外收获，等了2年了，总算可以进行盘点。我先看看这个宇文灵仙人穷成什么样了。李长寿拿出了2只纸人，化作分身，让这2个分身捧着2只储物法宝，去角落中慢慢开始炼融。半日之后，守着丹炉的纸人法力即将耗尽，李长寿也收拾完了战利品，起身离开了密室。他手中托着一只锦盒，锦盒中放着2只沉睡的甲虫。若他所料不错，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禽骨。好东西啊！可惜暂时也没什么用，留着吧。以后要是养的仙禽灵兽没有繁殖的冲动，就可以用这个东西给催化一下，提升一点幼崽的产量，挽救一点珍稀品种。时间一晃，就到了约定帮忙炼丹的这一日。九九打着哈欠，穿着不知道是哪位师姐帮忙洗干净的麻衣短衫，睡眼朦胧的坐在大葫芦上，朝着小琼峰飘飘忽忽的就飞了过来。身为内门的主力真仙，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，他御空时也没什么拘束，想飞去哪儿就飞去哪儿，除了禁地也没什么限制了。今天是第20天吧？九九掰着手指头数了数，一时间也有些犯迷糊。此前因为追求刺激，尝了一口神仙醉的原液，结果呢就昏昏沉沉的睡了个5、6天。他在向前赶路时也没有刻意的散开灵石，所以也没有注意到下方山林中飘着的一块云雾。等九九抵达小琼峰后，下方的那云雾中冒出了2个脑袋，左侧的那人正是矮道人九乌，右侧的则是一位看起来不过16、17岁的少女。虽然是少女模样，而且面容姣好，曲线玲珑，满满的青春活力，但实际上这2个人差不多年纪，都2000多岁了。少女的道号为九师，乃忘情上人的4徒弟，九乌的道侣。九乌现在是经常用3头重瞳蛛蛛丝来暗中观察那位仙子。
九无低声道：“咱们这般也不太好吧？这里毕竟是小琼峰啊。”怕啥？不服就跟这儿的峰主打一架。少女没好气地反斥了一句，随后便略微眯起了那双杏眼。刚睡醒就往这边跑，肯定有问题。你见过小九什么时候这么勤快了？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这个奇缘师弟到底是生了3头还是长了6臂，尚未成仙竟能让咱们小九天天来这儿。九无顿时苦笑了一声，突然挑了一下浓短的粗眉。此地还有阵法，感应不到小九的气息了。阵法怕什么？谁还没学过一般？九师嘴角一撇，随手抓住九无的衣领，二话不说，隐藏身形气息，化作2团阴影，朝着小琼峰的山林飞去。哼，咱们2个半步天仙，还怕了尚未成仙之人布置的阵法不成？师姐，哎呀，我说夫人呐，咱们偷溜进去实在是不像话呀，不如直接拜访，有事挑明了问不可吗？啊！小琼峰山林中，2道阴影突然停住，冒出了一高一矮2道人影。2个人依然是运转着躲避仙石探查的术法。九无拦在比自己高了1截的道侣身前，苦口婆心：“哎呀，小九长大了，咱们不能总将他拴在身旁呢。他怎么说也都是个962岁6个月零15天的仙人，当真不是个孩子了。”九师略微翻了个白眼。直接拜访的问出什么呀？这种事当然是要偷偷的过去才能看到实情啊！你忘了小6和小7的事儿，咱们是怎么发现的？如果不是把他们在床榻上捉到了，肯定现在还死不承认。赶紧躲起来，别暴露了踪迹。一跺脚，九师先手抓住九无的衣领，直接把九无给提了起来。2个人的身影再次化作2团阴影，消失在林荫处。九无只能够一阵苦笑，饶是他自诩足智多谋，在自己心爱的女子面前却也是半点招数都没有。然而这一次他们前行还不足100丈，不得不再次停下。2个人的身形出现在了一处大树的树梢上，朝着前方仔细打量。这阵法布置得挺巧妙。九无称赞。阵法边界与周遭环境近乎完全相融，也只是在边角处理得不够细致，暴露了一点灵力波动。九师歪了一下头，额前2缕长发扎成的小辫轻轻晃动，他仔细地瞧了几眼，随后便不以为意。哼，区区迷踪乱神阵，岂能奈何得了你我呀？走了，入阵。看你表情，你不情愿啊？晚上还想不想上床睡了？听闻这般威胁，九无迅速败下阵了。想，这个自然是想的。难得试试你出关一次，罢了，我走前面，出了事我来担当。九无叹了口气，瞬间屈服于九师的淫威之下，背着手走在前方，有些心不在焉地扫量着各处。他现在想的倒不是能不能破阵，其实他也没有把小琼峰的阵法放在眼中，毕竟小琼峰嘛，连个仙人都没有，这布置的阵法能有多厉害？他现在想的是，万一啊，这个一会儿撞破了小九跟奇缘师弟，那场面相当尴尬啊。尤其是，奇缘师弟8成是过不去天界这一关的。此家小师妹难道刚寻到自身道侣，就要直接守寡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走快些，这么磨磨蹭蹭的，咱们赶过去什么都迟了。莫急，这就找到阵法出口了。九无很快就推算出了这处阵法的生门，带着九师很快就走出了第1道迷阵，但随之九无顿住脚步，左手抬起做了一个停步的手势。还是连环阵。九无顿时一愣，摸着下巴赞叹不已。虽然前后都是比较简单的迷阵，但能套出连环阵，
这布阵之人的阵法造诣也算不错了。哼，啰嗦。九师哼了一声，2步抢到自己师弟身前，仙识散出，他迅速地探寻出了这处阵法的出口，酷酷地说了一句：“跟上。”九乌无奈一笑，跟在自家道侣兼师姐的身后，心底依然在思量着，等会儿如果真的撞破了某事，他该怎么收场。与此同时，10几里外的丹房中，正整理面前毒草灵药的李长寿略微皱了一下眉头，不动声色地看脸正在打坐调息的九九，心底略微思量，并未多说些什么。九巫师伯身边的应该也是9位九仙之一吧，刚好这2位可以帮他检验一下这表层迷阵的具体效果。九师叔，在呢。要开始了吗？啊，还要等一阵。若九师叔回破天峰之后，有人问师叔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什么，师叔如实相告就好了。只是此地具体的阵法布置以及阵法数量，最好还是替弟子保密。放心，道理我都懂。九九用力地拍了拍胸口。本师叔可不是那种拿了好处不办事之人，看在你刚才孝敬了那么多家人妹的份上，咱保证守口如瓶。李长寿含笑应了一声，继续调整各类药草的分量。容仙丹终于要开炉了，不过还要等外面的2位真仙离开之后才行。